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美国的经济问题啊。最近大家看到一个产业的重大消息，就是全球物流业的龙头 FedEx， 大家所熟知的联邦快递，他们最近宣布呢，将要关闭在德州的一间物流中心，预计呢也将会有856名员工遭到资遣。那《华尔街日报》盘点了川普、白宫、还有经济学家以及企业领袖们对于经济所提出的6项大胆预测，还有包括实际的结果会如何，以及接下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总结来说呢，就认为这个结论是关税政策上路8个月之后，对就业市场的提振效果仍不明显。相反的，一连串的大型企业裁员消息，还有疲弱的劳动数据显示，劳工正在面临更艰困的局面。虽然说美国的 CPI 最近这个数据表现还算不错，低于预期，但是 Russ 对于川普来讲，他要解决的，尤其我们讨论过的2026马上期中选举如果选得不好，川普就提前跛脚了。所以对他来说，要想办法先解决经济问题。但是这个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会是他18分钟这样慷慨激昂的演说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吗？他说经济没什么问题了，所有的统计都非常非常好。在他的眼中，美国经济是没问题的。按照他的说法，不是吗？在你的眼中呢？他说失业率走低了，油价也降低了，对不对？GDP 会有成长了，对不对？物价也开始下降了。他说都很好，都是在他过去10个月领导之下，经济都变好了。他说很好，但是美国人民有觉得真的很好吗？目前按照民调是，真的是很多人是没感觉，对，而且共和党国会议员真的是开始担心，这也是事实，尤其是在众议院，因为众议院会有变天的可能是比参议院更大了，所以的确是很多共和党及众议员是已经开始非常担心是事实，对，但是川普他还是会用这种说法，他不会说我们正在努力，过几个月才会变好，这个是民主党的说法，拜登的说法。川普一路以来不会用这种说法，他一定会坚持说已经好了。从今年1月20号我上来之后，我马上都变好了，都是因为我的政策。所以他不会说你再给我时间，他不可能会用这种说法。效果都没有看得到啊。的确是有很多人没有看到，对，是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大家也要记得，那就是。即使很多选民对川普怎么处理经济问题是不满的话，这个到目前为止也不能等同他们信赖民主党。川普也知道这点，其实民主党的民调非常非常低，就是他选民对民主党的声望还比他们对川普低很多了。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不满川普，但是也不会把票投给民主党？不一定，我们还是离投票日太远，还有一段时间，对，而且很长。所以说实在做一个结论，其实我个人觉得川普还有时间。我的意思是说，首先他不会说再给我时间，这个不符合他的 style， 他的风格。但是同时他也知道，其实。我不用今天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他知道他还有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进入明年2月、3月、4月、5月，如果经济真的是越来越好的话，有好转的话，那共和党就很安心了。也没错啦，因为明年11月嘛，才对。这样算一算，还有快1年的时间当然，在这次最新他在18分钟对全国的演说当中，其实是听2个重点，一个。所有的错都是前朝的错。第二个呢，就是呢，在我上任以后呢，我真的是 MAGA 就是我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是美国的救星。可是这个如果真的说美国民众他们真的是不是没耐心了因为你如果听到总统这么说，可是你没有感觉，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来看一些民调数字这个礼拜公布的 PBS News， 还有 NPR， 还有马瑞斯特研究所所公布的联合民调，57%的美国民众不认同川普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而且呢，多数受访者对生活成本表达了明显的担忧。另外，根据 YouGov 在16号公布的调查，
52%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任内的经济状况正在恶化。那也就是说，就算他发表演说，因为他这个礼拜发表了这个全国性的演说，而且他一直强调关税正在发挥作用，他一直不断强调 tariff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字。然后呢，创纪录的企业回流到美国，大量新建工厂，也提到他在第2任内创下的这个破纪录的18兆投资。但是在他讲完以后呢 ，CNN 就做了一个 fact check 这个事实查核，就查了一下，就说这个数字不是真的啊，这不属实啊，你是乱讲啊！18兆投资，根据白宫官网的数字是9.6兆美元啊，你这讲了1倍之多。但川普他还是讲得出来了，因为他是川普嘛。好，那在支持度下滑、经济通膨压力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所以大使怎么看？因为虽然 Ross 刚刚讲了，说还有时间嘛，将近1年，可是，在年底结束前，赶快先来一波，就是巩固民心。一方面，是不是也在巩固他在共和党内部的一个支持呢？您觉得？对，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办公室主任给他的建议啊。那川普做事本来就是蛮随机的，对，就突然这个演讲看起来好像已经是在进行选举的演讲了，已经在选举那其中演讲。不过说实话，我赞成 Ross 讲，那时间还很多了。不过民主制度啊，都是最后2-3个月，有的最后1个月。这个选民都很健忘的。对，那个你现在的状况，说实话，川普的这个民调低，美国很多总统一上任，他民调都是往下降的，都没有说往上升的。对，你吹牛很容易，你当家以后，大家对你都是失望的，你能做不出什么呢？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时间还算蛮多的。那可是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还有几招，他认为对他是万灵丹啦。第一个，他掌握那个联准会，他就要降息。降息对美国人很多来讲是好事，为什么？美国人都在借款，美国人的 mortgage 汽车每年都是在那边付月初拿到钱就在那边写支票，就是钱都支出去了，都是还的那个 mortgage， 都是还那个分期付款，所以你的利息降了，你在做杠杆啊？是绝对有帮助。第二个，他要降税，他明年他要降税，降税的话，很多人是可以获利啊。那他也释出很多这些怎么讲呢？把很多这个钱也往市场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川普是自己对自己是应该还有信心的啦。对，另外他明年他摆明了，他叫这个贝森特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休兵1年。这个1年就是为了他明年的经济。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在对美国来讲是提供很多美国人民生必需品的一个重要来源。你短期也能很难找到其他的替代品，对不对？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经济体是一个很奇怪的经济体。中国大陆可以做最精密的这些电子产品，还有这个电动车啊、电池啊。中国大陆现在连打火机都还继续在生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庞大，可是呢又很独特的一个经济体。那所以呢，我觉得川普明年也在赌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保持平稳，然后呢，习近平主席多买一点农产品的话，川普的日子就好过很多。除了农产品以外，现在还希望买一些科技产品。对。尹老师觉得，因为我们看到。在最近这个川普政府决定要开放 H200出售给中国大陆，然后甚至呢包括 Blackwell 也考虑正在想要不要放手。好，那未来这个特别是在新1年如果以休兵的前提来看的话，美国方面对中的科技政策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像大豆嘛，直接讲农产品就是大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嘛。可是其实今天对美国来讲，更关键的会是晶片啊，是辉达呀，是什么纳斯达克、道琼这些这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向才是关键啊。所以其实今天来看的话，这个不管 H200到之前 H20，我个人会认为大方向它一定还是会持续的去抓住一个说，我们跟中国可能有一些互动，甚至有一点对抗竞争的言辞，一定会出现在它的，不管是我们看到 NSS 还是什么，一定会有。可是底下可能有一些特殊款项，
像是这个哪一种特殊晶片，用一步慢慢的方式去开放，因为他也知道今天对中国来说，你要全面的去围堵或者是阻止这些晶片去带中国的一个销售的话，最后其实就像七伤拳一样，你还是会回馈到反击到自己美国的经济。那再加上这一个1年休兵，就是我们刚刚大使说的嘛，你就选举要来了啊，重点是这个数字要好看。那你说他现在虽然川普说感觉上说，我做得很好，可是他自己也知道关税其实是有点障眼法，不可能靠关税去改善美国经济，是用关税当谈判条件，要你多买一点大豆，要你多卖一些晶片。